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可乐财经，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加密货币 Bitcoin 比特币。比特币是什么呢？尤其是在最近比特币价格飞涨之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就连 ARK 女股神也持有了5亿美元的比特币。希望这期的视频能够帮助大家更了解比特币。在我们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赞、订阅以及分享。比特币是21世纪的新黄金，它是一种供应有限的数字资产，它很容易跨越国界。比特币的崛起发生在大金融危机之后，当时随着我们将利率降至0，甚至某些国家为负利率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货币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相比黄金需要储存，不容易携带跨境，交易的时候可能不会完全反映黄金的实际走势。加密货币的宗旨是建立去中心化的支付网络，有4个主要的用例。第一，在美元储备有限的情况下，用来结算外贸的兑换媒介。第二，在外汇非常不稳定的国家作为价值储存的功能，例如阿根廷、津巴布韦。第三，比特币是一种可投资的资产，并且拥有资本增值的空间。由于某些加密货币的供应有限，并且通过在经济中引入可编程货币来实现金融游戏化。那说到比特币，所要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去中心化金融，简称 DeFi。DeFi 进一步的将区块链的用力从采矿、交易加密货币扩展到更复杂的金融交易或合同，其中有储蓄、贷款、保险、房地产等。DeFi 的主要功能是能够让金融服务更加民主化，直接打乱了价值链中的中介。一些流行的 DeFi 应用程序包括：第一，去中心化交易所 DEX，用户可以在不需要信任中介的情况下进行加密的交易。第二，借贷平台使用智能的合约来代替银行。第三，稳定币，一种与加密货币之外的资产或者基础相关的加密货币，有如黄金、美元、政府证券等。自2020年10月以来，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约6倍，从1万美元涨到了现在的57000美元。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比特币的价格大涨。第一，由于美联储大量的放水，量化宽松的政策使得如今的市场有着太多的流动资金。第二，央行印出更多的货币，而导致货币贬值，大量的流动资金将会大大的提高通货膨胀，寻求对冲通货膨胀的投资者越来越多。第三，大机构试图将资金从债券中转移到更高风险的资产，以追求更高的回报。第四，可供机构或者托管人下达大笔的订单的安全基础设施，所以主流的机构对比特币越来越感到有兴趣以及有信心。要给比特币估值是一门艺术，因为比特币就像商品，它是拥有周期性的，依赖于挖掘，也就是解决密码难题的过程，并且固定成本很高。在2015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将比特币正式归类为商品。与大宗商品一样，经济学的供应与需求概念可能是了解估值的最佳方法之一。其他的具体评估方法有3种：第一，根据采矿的成本；第二，存量以及流量；第三，与黄金的比较。采矿成本的估值方法可能只是确定底价的其中一种方法。采矿设备、电力、运营以及物流的固定成本目前约为9000美元，并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比特币的另一种广泛使用的估值方法是库存到流量模型，该模型测量生产年限以及当前的库存匹配。这种模型的预测能力尚有争议。比特币的能耗是传统支付方法的好几倍，
甚至相当于某些国家或者地区。相比之下 ，Ethereum 以太坊和比较新的区块链技术所消耗的电能并不多。用电量的差异源于解决加密难题以及挖掘加密货币所使用的机制。有几家托管公司 Coinbase、BitGo、Fireblocks 等已经部署了银行都满意的基本设施以及硬件上安全的模块。我个人就是使用 Coinbase Pro 这个平台来交易比特币的，收费十分便宜，每天平均有30万比特币的交易，全年大约有1亿笔的交易，消耗的能量几乎等于2019年葡萄牙的能量消耗。那我们来看看在法规上比特币有什么准备呢？在监管机构方面，一共有3种主要的态度，那就是第一，一些监管机构严重的反对加密货币，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加密货币。那些反对使用加密货币的认为，比特币缺乏可扩展性，是更广泛的采用加密技术进行支付的潜在陷阱。第二种，有些监管机构虽然担心，但他们承认加密货币是真正符合消费者的需求，这个社会需要这些新颖有趣的互联网货币方式。第三，一些先进的监管机构认为这是解决金融普惠，让广大人民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均等性、跨境支付等竞争优势的潜在方法。在监管方面，除了一开始的反对推迟之外，私营公司们对加密货币的采用不断的增加，这导致许多中央银行或者监管机构必须推动学术研究，主要研究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 的用例。中国可能是 CBDC 的最强商业案例，因为它能够减少贸易伙伴，例如非洲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并与在国内的主导零售在线支付第三方私人企业可以竞争。除了社交媒体以外，在2020年，加密货币得到了主流金融机构的支持，例如对冲基金、传统的银行以及其他支付公司的承认。从2021年初开始， PayPal 全球约 3.25 亿的客户将能够把加密货币转换成法定货币，并不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这能够让他们向全球2600万的 PayPal 商家付款，而且他们也不会向商家收取其他的费用。星展集团 DBS 也宣布了建立数字交易所，使机构投资者们能够利用针对数字资产的完全集成代币化交易以及托管生态系统。Square 也使它的用户能够通过交易返回比特币，并且还可以通过 Cash App 购买或者出售比特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分析。比特币成为主流的时候，该图表的第一个主要上涨的时候就是从2010年到2011年的高位，随后就进行了深度的调整。当比特币进入主流之后，这种暴涨会让人家联想起黄金所发生的情况，因为黄金在1970年开始就在20到35美元之间开始浮动。关于黄金价格的那个时期是现代货币制度的结构性变化，因为它打破了法定货币与黄金之间的正统关系，从而迎来了财政纪律、赤字和通货膨胀的世界。让我们回到图表，在2011年创下了新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在5个月内回撤了 93%， 所以比特币并不适合心脏不强的投资者。从2011年到2013年，它连续2年的上涨，增长了555倍。从2013年12月到2015年1月，13个月内下降了 86%， 然后再从2015年1月到2017年12月，2年11个月之间上涨了121倍。再从2017年的12月到2018年12月，这12个月内下降了 84%。 它从2018年12月起反弹，如今已经接近了6万美元。根据 ARK 2021年的 Big Ideas 报告中，如果所有标普500强的公司都将其现金的 1% 分配给比特币，其价格可能会上涨约4万美元，
如果这些公司将其现金的10%转移到比特币，ARK 认为比特币可能会上涨40万美元。我个人目前对比特币的观点是比较看好比特币的，我认为今年底很有可能达到10万美元。在大环境来看，量化宽松的政策下，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分配一部分的资产去比特币，也许是个好的投资策略，这能够抵抗通货膨胀。在技术上，也很有希望能够冲破10万美元。在实际上，根据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理论，能够趁大机构们决定买入比特币，需求增加之前布局。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